大家好，我是罗以，欢迎来到罗以时间。这里是有神无神科学大 PK 专题，生命中的 DNA 见证圣经无误。本专题为基督徒传福音、教会主日学以及热爱科学的无神论者而作。圣经无误的争论是属灵的征战，圣经是基督信仰的依据，是来自神的，给主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必须也应该绝对无误。如果你认为这里有误，他也可以认为那里有误。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认为圣经有误，整本圣经都可以有误。神的创造、基督的救恩、死人复活、最后的审判、天堂地狱等等等等，这些核心的教义都可以借有误来否定。否定神的创造，否定神的救恩，否定圣经无误，是撒旦真正的目的。实质上，这是属灵的征战。谁都知道，神的话语、神迹奇事、圣经无误的前提必须有神。关于凭什么相信有神，在前面的有神无神科学大 PK 中已经做了回答。既然是 DNA 见证圣经无误，就必须了解 DNA 与生命的关系，才能知道为什么 DNA 可以见证圣经无误。这就是 DNA， 它是双螺旋结构，由4种碱基构成。4种碱基的代码是 ATCG， 4个 DNA 编码。生命中有染色体 DNA 和线粒体 DNA， 它们都是由 ATCG 4个 DNA 编码组成序列构成的。染色体 DNA 藏在人体的细胞核中，线粒体 DNA 藏在人体的细胞质中。要了解 DNA 为何可以通过精子和卵子进入人体，必须先了解人类基因组。这是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不是基因的组合，也不是基因，它是由人体中的24条这样的染色体组成的。1号到22号是22条常染色体， X 和 Y 是2条性染色体，它们一共包含了30亿这样的 DNA 编码。就是这24条染色体组成的人类基因组中的这30亿 DNA 编码，编出了人的序列，表达了人的信息，长出了人的内外形体。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的染色体、线粒体以及染色体组成的它们自己的基因组。不同生命的基因组信息长出不同生命的内外形体。一切生命的染色体 DNA 和线粒体 DNA 都是由 ATCG 4个编码组成的，却长出了完全不同的生命。以金丝绒猴为例，它有23对46条染色体，我们人也是23对46条染色体，
却完全没有可比性，其奥秘就在染色体上面的编码序列。我们人的染色体是长出人的编码序列，金丝绒猴的染色体是长出金丝绒猴的编码序列，黑猩猩的染色体是长出黑猩猩的编码序列，熊的染色体是长出熊的编码序列。是编码序列表达了信息，是信息决定了生命的形体。DNA 证实，因 DNA 编码序列不同，各种生命相互没有丝毫的亲缘共主关系，这就是各从其类。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基因组。再回到我们人类基因组，人类基因组是通过精子和卵子进入人体，精子和卵子中都有22条常染色体和1个性染色体。卵子中的性染色体是 X， 精子中的性染色体一半是 X， 一半是 Y。 带 X 的精子受精生女孩，带 Y 的精子受精就生男孩，生男生女由精子决定。精子和卵子结合以后的新生命中，就有了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还有从卵子中来的线粒体 DNA， 这就是人体中的全部 DNA。 全部 DNA 通过细胞分裂复制到每个细胞中去，使每一滴血、每根毛发、每一星点黏膜都可以做 DNA 亲子鉴定。这是只能女性遗传的线粒体 DNA， 可以检测追寻人类共同的女性祖先。1987年的线粒体夏娃就是这样找到的。只能男性遗传的 Y 染色体 DNA， 可以检测追寻人类共同的男性祖先。1995年的 Y 染色体亚当就是这样找到的。只有男女都遗传的常染色体 DNA， 才可以检测追寻人类男女共同的第一个祖先。人类始祖唯一亚当就是这样找到的。从你我每个细胞中的60亿 DNA 编码都可以看见人类始祖唯一亚当。一切生命都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凡是与生命相关的结论，都必须拿出 DNA 的证据，因为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了解了 DNA 与人体的关系，了解了人类基因组，再来看这个科学报告，就会一目了然。这是美国国立人类基因组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报告说，当研究人员完成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也就是说，把我们人类基因组的这24条染色体进行了研究、分析、计算，把每一条染色体上面的编码序列进行了检测。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基因组，也是唯一的基因组。它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中，也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身体中的每一条染色体上面的编码序列进行了检测分析。
最后他们确认人类基因组的这30亿个编码对碱基对，就是指的这个上面的两两相对的编码对的遗传字母，因为这是一代代在遗传的编码对，在每个人身上都是99.9%相同。为什么他敢说在每个人身上99.9%相同呢？他并没有去检测每个人呢，原因就是人类基因组是全民相同的，这是全民的亲子鉴定，所以他才能够确定在每个人身上99.9%相同。最后一句，这也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0.1%，也就是1/1000的差异。在这个星球上，这5个字再一次确定这是全民的亲子鉴定，确认了人与人之间只有0.1%，也就是1/1000的差异。意思就是在我们身体当中60亿 DNA 编码，每1000个编码，所有的人999个都是相同的，平均只有1个差异，1/1000的差异。正因为有这微小的差异，人类才能分清彼此。就连同卵双胞胎也有差异，只是比0.1%会更小一些。人与人之间绝不能100%相同，否则无法分辨你我，那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为什么人类基因组30亿编码99.9%都是相同的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人类基因组24条染色体中，1号到22号这22条长染色体，还有 X 这条性染色体，每个人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24条染色体中有23条染色体，每个人都是相同的。30亿编码超过了29亿的这样的编码，每个人都是相同的。当然，99.9%的编码都会是相同的。数学家本杰明说，没有数学的认可，既没有规律可以遵守，理论也得不到解释。我们可以请出科学的女皇数学来计算认证一下。认证的结果是70亿人身体中的29亿编码只能是来自一个人。人类基因组30亿编码对99.9%相同，也就是超过29亿编码，每个人都是相同。这是来自亲子鉴定的结果。70亿人29亿编码相同，只能是来自一个人。这是科学的女皇数学的结论。最后的结论就是，全世界人都是一个人的后裔，谁也无法否认。从这个权威的科学报告看见4个不能推诿的科学事实。第一，全民亲子鉴定确定，人体30亿 DNA 编码，每个人身上99.9%都是相同的。数学显示，这30亿编码只能来自一个人。DNA 编码信息决定生命的形体，全人类
是一个人的后裔。这是科学的结论，更是圣经的记载。第二，人体中的全部 DNA 有22条长染色体， X 和 Y 一对性染色体，还有线粒体。男人有全部的 DNA， 女人没有 Y 染色体。DNA 信息是以复制传递，第一个女人只能出自男人，这是科学结论，更是圣经的记载。第三， ATCG 4个编码可以组合各从其类的编码序列，不同生命都有自己的第一组源代码，每一种生命都是自己的基因组信息长出的内外形体，生命各从其类，这是科学的结论，更是圣经的记载。第四，人类第一个人的30亿 DNA 编码不是乱码，是长出生命形体的编码序列，不可能自然产生。能够长出各种生命形体的各基因组编码序列都不会自然产生，必然有一位创造生命的大能者。除了上帝，还能有谁呢？这4个科学事实都是来自 DNA 编码的证据，无法否认，不能推诿。更奇妙的是，与圣经记载完美一致，是你我的每一滴血都在见证着圣经无误。圣经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借着所造之物 DNA， 我们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创造，看见了圣经无误，没有人能够推诿。圣经无误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圣经中所有的神迹奇事都是真实的，意味着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再来是真实的，意味着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是真实的。有人说，真的有神，那又怎样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因为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主警告我们，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圣经无误是极其严肃的话题，关乎着生死祸福，意味着末日审判的结局真的有天堂和地狱，你我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